不要以为食物呢只能拿来吃，分分钟为你点亮一盏灯。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码美味方程式。很多人说啊，烹饪呢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啊，甚至是一种传承。但是我觉得烹饪呢是一种科学。没错。那你了解食材与食材之间的化学反应吗？你知不知道呢？烹饪每一个步骤背后的科学原理呢？是。那为什么马铃薯削皮之后会变色呢？为什么蔬菜翻炒一下也会变色？是。那收看了科学实验室，以趣味问答的方式呢，为你一一的解答。那我们马上欢迎今天的在场来宾。欢迎 ，All right。好，首先第一位呢，都是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郭任老师，欢迎郭老师，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名厨 Chef Melvin。哇，猛男。肌肉猛男。OK， 接下来也是很爱烹饪哦，也是我们师弟汉伟大哥。欢迎汉伟老师，同时也要欢迎在家里爱下厨的洪慧芳，慧芳姐。欢迎芳姐。接下来这位呢，跟他很熟了，那知道他很爱吃美食，不知道厨艺怎么样啊 ？Yes， 9生跟 DJ 印霜，欢迎大家好，印霜。OK， 对，其实我很好奇我们一到现场呢，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身后的这堵墙，上面的方程式大家认识吗？应该。老师能不能为我们解答一下，就我们背后这些方程式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最上面的那一个，P 等于1乘以 sigma 乘以 a 括号 t 的4次方减 tc 的4次方，看着很恐怖，对不对？但是我解释一下，你马上就明白。它的意思呢就是热辐射。是不是还是听不懂？那么再举个例子，我们在用烤箱烘烤过程中，上面不是有2根热的那个铁管吗？对。那么最有趣的地方，这个方程式就在于第一个 T 呢是热源的温度，就是那2根铁棒的温度。第二个 TC 呢是食物的温度，所以2个温差越大，食物吸收的热量就会越多。所以对烤箱来说，它的温度真的非常重要。简单的懂啊，装懂一下，不懂也要装懂啊。反正简单来说，第一个 A 我就 lost 了。反正大家大概知道就好啊。那没有关系。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中央，你也利用这个机会啊，跟我们的老师学习一下，对不对？一定。OK， 我们今天会问4道问题，是。而且今天呢，我们有准备一个神秘大奖，没错，优胜者。那是什么？我们请这个6月来做一个揭晓，好不好？可以获得的奖品就是哒哒。哇，这什么？这个是各种颜色的花椰菜，而且这个是可以吃的。你是不是用颜色来浇水的？不是，用那种颜色浇的。好像今天我们的马铃薯也是2个颜色，天然的。很特别，所以你看，我们 chef 马上就把我们第1道菜的主题讲出来，就是马铃薯。那问一下嘉宾，你们平时喜欢吃马铃薯吗？我非常喜欢吃的，我几乎每天都吃。我去饭菜档，我一定会买。我也是超爱吃马铃薯，但是因为现在减肥不能吃。我会吃，他做的我一定吃。OK， 谢谢。我最爱的马铃薯就是薯条，炸薯条我超爱，我欲罢不能。你哇，真的。今天不一样的风格是不是？我会做一个日式的马铃薯沙拉。那 chef， 所以你是第1个步骤就要做什么？削皮。削皮啊 ？Yes， 我不会削到完。OK， 好，他在削皮的时候跟我们第1个问题就息息相关了哈。是。好，问题来了，仔细听好了。好，很多人都知道马铃薯跟苹果一样，削皮之后很快会变色，对不对？所以以下哪一种方式会延缓马铃薯削皮之后变色的作用是最小的 ？A. 放入盐水 ，B. 放入冰箱 ，C. 放入冷水中。
哎呀，请揭晓。OK， 好，我们先问一下慧芳姐，为什么会选择放入冰箱，作用最小？因为我每次切马铃薯的时候，我都会要不然就放盐水，要不然就放冰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放过冰箱，所以我觉得冰箱的作用是最低的。OK， 方法也是一样，甚至用苹果也好，你放冰箱没有用的，它马上变黄。但是你放盐水真的是有作用。我觉得是 C， 因为冰箱至少是一直冷下去的。不过冷水你放在外面的话，它会渐渐的变温，所以那个作用可能最小。没有那么那盐水根本不用说了嘛，我觉得那肯定是作用最大的。所以请问一下老师，正确的回答是 A、B 还是 C？ 是 B。恭喜汉伟跟慧芳姐先获得1分哦，哇，你说加油啊！我要加油，我要加油！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片段哈，你就会了解了。马铃薯在削皮后变色，是因为它所含的多酚类物质接触到了氧气，产生大量的醌类物质，它能使植物细胞迅速变成褐色。这种变化称为食物的酶促褐变。想避免马铃薯变色，可以在削皮后放入冷水中隔绝氧气，或者通过汆烫就能让氧化酶失效，也可以避免马铃薯变色。那这为什么盐能够让它不会有变色？放盐水，为什么？首先，冷水和盐水都有隔绝氧气的作用，对不对？那么科学证明呢，盐它可以减缓里面氧化酶的作用，它可以抑制这个氧化的化学反应，所以它有双层作用。盐的作用加上水隔绝空气，就效果更好。效果会更好。这样芳姐你要多点用盐水洗脸，这样芳姐你要多点用盐水洗脸，对，就不会变色。不会变老。不过我蛮好奇，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那个马铃薯变色的话，会不会有问题？还可以吃吗？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那个马铃薯变色的话，会不会有问题？还可以吃吗？其实营养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醌类也是对我们没有害的，只是不这么好看而已。哦，了解。OK， 好，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Chef Melvin 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凉拌沙拉了，而且发现一件事情，刚才也特别讲，你在削皮的时候，你说你不会削的特别的干净啊，是为什么？因为你煮的时候，它的皮会帮它 stay together，它不会散我还以为他手工减料，就随随便便。没有。And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我懂它的皮很多 fiber。是吗，老师？没错。因为皮的营养其实比肉的营养更高，它是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那老师，我想问你哦，很多时候马铃薯不是长芽，那个可以吃吗？那个芽会产生毒素，而且芽周围的部分，它毒素会渗透进去，所以一定要把芽和周围的部分完全切除。但是如果是小芽呢，你切掉一点是 OK 的。如果已经长得很大，甚至周围变色了，可能整粒都要丢掉。有毒素的，有毒素。哇，那不能乱吃。对啊，我们 check 一下，那现在是要怎么样处理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放在冰橱。好，放冰橱。好，既然你要放冰橱，还要等，对不对？我们直接就问下一道问题。好啊，来。好，那我们的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就是马铃薯我们到底要怎么吃呢，才可以吃下去之后血糖不会瞬间升得很高，升得很快。OK。所以 A 是你将马铃薯煮烂了吃 ，B 等马铃薯凉了你再吃，还是说 C 你搭配米饭一起吃 ？OK。C 的话，血糖直接飙到头上吧。难说，可能负负得正。对，我很难说，很难说。我们有科学节目嘛，负得正，有可能有陷阱。哎，那你选呢？我大胆点。那你选 C 啊？想选 C。OK， 大胆点，我选择 B。我敢写。可能有 A、B、C 的答案了。你算快跟我讲，你什么 A 还是 B？来，请。A、B、C。好，这样好玩，这样好玩。这一题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啊。慧芳姐选 C， 搭配米饭啊，哇，你真的敢的冲。我把他骗到了。因为我觉得 ，OK， 你单单吃马铃薯，血糖也会高；单单吃米饭呢，血糖也会高。那个搭配的话，你不会吃很多，不会吃很多的话，血糖就被飙得很高。哇，
什么废道理？哇！有理由嘛？我觉得还是有理由的嘛。 OK，那我更有理由，来来来因为煮烂了吗？烂很烂，很多东西煮过头了，它可能里面什么营养、什么东西都没有掉，流失掉可能就是一堆废物，你吃等于没有用的。什么都没有来，尹双呢？我觉得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东西是热的话，它是不是动得比较快？那个什么分子热胀这个冷缩对对对啊，动得比较快，所以等它凉了再吃，它动得没有这么快，就不会瞬间飙高。哇，你这个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讲冷笑话，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讲冷笑话，这个也一样可以。你这个逻辑也蛮特别的啊。来，我们请郭老师来解答。答案是真的阳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尽管你的解释不是那么科学。没关系，答案对就好了。没错没错。那正确的解答是什么？正确的解答呢，就是当马铃薯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它里面的淀粉它们是散开的那些淀粉。OK 当冷了之后呢，它们会全部排得很紧，像排队一样，很乖的全部挤在一起。这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我们消化的酶啊这些就比较难给它们分开。 OK 这种呢叫产生一种抗性淀粉，通常放在比较冷的环境，就会促进它们的生长。所以如果抗性淀粉越高，那么消化就会越慢，升糖就会越慢。哎，但是这边是讲说要等它凉了，但是放冰箱一样道理吗？一样的道理，一样的温度是其中的一个因素。4度呢是最容易促进抗性淀粉生成的。如果你是要减慢消化的话，所以4度的是最好的。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你有煮得多烂了。煮得烂呢，其实会分解掉马铃薯的结构。本来我们是要用牙去咬，对用我们的胃去消化是，但你煮很烂，你都不需要这样啊，它直接进去就快速的被吸收，反而被吸收了，所以会让你的血糖飙得更快。那跟粥一样道理。跟粥一样的道理。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指望说所有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放到冰箱4度就 OK 了。是马铃薯。对啊，第一是马铃薯，第二是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它总的来说升糖都是快的。对，所以重点是在吃的量。没错。你不要以为我放了，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放冷吃没有嘞，你还是要控制那个量，了解。好，那这个时候 Chef Melvin，你的料理好了对吗？好，日式凉拌马铃薯沙拉就在你眼前，我们直接来试吃啊。这个油葱应该是你自己加的，对不对？日本沙拉应该是没有，他们没有加，对不对？这个是我自己加，因为我阿嬷每次煮马铃薯都有放这个，所以有点怀念的味道， old school 的感觉，这感觉很好吃都，很 Asian 的味道，我们很熟悉。因为马铃薯有点中硬度，然后葡萄是软的，但是那个炸葱是脆的，就是那种口感像3种不同的在嘴巴里面，很不一样的感觉，对吗？对，就很好吃，很厉害。哎，我觉得无可挑剔耶，美乃滋带一点咸，葡萄带一点甜，这样子咸甜，放进嘴里真的非常棒。 Thank you， 谢谢。来 Thank you。好，那吃完这个日式凉拌呢，马铃薯沙拉，大家都蛮惊艳的，有口福，还有多一道料理。现在你要做什么呢？西兰花哦，你要怎么样做哈？穿烫 and then 炒。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这样炒，要穿烫的呢？哦，这个跟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息息相关。又来一样问题，那直接选 B 吧，选 B 吧，当然选 B 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切菜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没错如果你切得不好的话呢，其实你会导致这个蔬菜变色变得更快。所以请问我们该如何切西兰花，才可以确保它在烹煮的过程之中不会变色？ OK，懂啊。所以你是觉得切得更大块，还是 B 切得小块？好，还是 C 横着切？来，请揭晓。 C， 好 ，A、C、C， 慧芳姐是选切大块 ，Why？我通常是把它下面那个茎切掉。然后就一朵一朵切出来，然后就放在水里面。 OK，有道理了解。这样子。哎，汉伟哥，因为我拍过煮饭的节目啊对，很多时候师傅他们切东西都有点打横来切，我不懂这个是因为它美感还是有这个作用。有原因。而且我知道为什么芳姐要选择这个答案，因为她知道我们分数一样啊，一定要选一个不一样的。没有，她选一个。不过我们今天主题是西兰花哦，对哦，不是每一个不是别的料理食材。来不及了，我还是决定。来，你说。根据我20几年吃菜饭的经验，看到的菜大块的、小块的都有，可是唯一的共同点呢，都是横切的。
羊角豆没有吗横切的啊，我很好奇， General 蔬菜是不是？你是去哪一个摊位吃？有这么特别的切法？好，反正目前大家都1分平手嘛，对，所以这一题蛮关键 ，OK？ 所以这一题老师请揭晓答案。正确答案是这一题老师请揭晓答案。正确答案是 A。对呀，我们选对，我们加多一横就是 A 了。正确答案是 A。对呀，我们选的对呀，我们选对，我们加多一横就是 A 了。来不及了啊！切大块啊。OK， 那老师解答一下。切大块能够保持它翠绿的颜色。那么为什么西兰花有绿色呢？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色素，大家记得吗？应该以前的科学课有学过。不记得。你会吗？你会吗？来，可以抢答，我有1分吗？有来。叶绿素，没错。我现在想起来叶绿素，是不是？哎，这个真的给你1分哎。没有还给老师。对，叶绿素呢是一种天然的色素，但是叶绿素呢它是一种不稳定的色素，就是你加热的时候它就会被分解掉。然后你切的时候哈。你实际上是把那个蔬菜的细胞给它切断，细胞分开之后，里面的一种酶叫叶绿素酶，就会跑出来。本来它们是包在细胞里面的，你切开之后，2个就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叶绿素会被分解。也就是说，你切得越细，你把细胞破坏的越多，它们就混的就会越多。所以你要保证它的颜色呢，就要大块。那老师，我想请问你，如果我们说性不要切，整个这样拿去煮了，会不会比较好？过后再切，会不会就整粒煮再切可以吗？整粒煮的问题就在于哈，里面的很难煮熟很难煮熟，你就要煮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时间久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它脱色。那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延伸到全部的蔬菜也都是这个原因？没错。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进入下一题了。请问一下哦，现场的嘉宾们，我们炒西兰花的时候呢，以下哪一个动作是不能保持西兰花的色泽 ？A. 你翻炒的时候盖上锅盖 ；B. 你事先穿烫西兰花 ；C. 翻炒时加醋。不能保持 A 跟 C 其中一个，B 是肯定没有的，因为 B 他刚刚这样，他刚才做对不对？不可能，不可能。目前慧芳姐2分领先，不行啊，要害他。芳姐写什么 B， 芳姐 B， 然后大家为什么？你选 B A 啦，买定离手啊！小小的 A 来，慧芳姐跟汉伟哥就是 A， 然后尹双是 A 跟 C 好，为什么选 A 呢？慧芳姐，因为我试过，我炒了之后呢，我就盖了去煮开，一下子回来要变黄了。是所以没有用。我觉得是没有用。不只是菜，什么东西盖久的话，它真的都会变黄了，都会变质。鱼也好，什么都好，都会，我觉得。尹双，你除了 A 以外，还加了一个 C 啊？为什么？因为我看我阿嬷煮菜的时候，从来没有加过醋啊。你阿嬷的菜绿不绿？重点还蛮绿的，还蛮绿的，蛮绿的。阿嬷，我相信你啊。A 跟 C， 这一题关键了哈。OK， 来，这时候专家请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跟 C。为什么？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刚刚慧芳姐说为什么要穿水哈，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温的水可以把里面的酶给杀掉。但还有第2个作用，就是你穿水之后，你可以让西兰花变软一点。你接下来炒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时间缩短。你把时间缩短，叶绿素呢，它也就不会那么被分解了。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 A 跟 C 不可以 ？A 是盖锅盖，对不对？大家都有经验。盖上锅盖，马上变黄。是为什么呢？因为盖上锅盖之后，蔬菜里面的酸，它其实叫有机酸，它挥发不出去，整个菜就变酸了。而叶绿素呢，在酸性环境下会加速分解。了解。所以这也是 C 为什么不可以？醋也是酸的嘛，没错，反而会更加的变色。蔬菜之所以会五颜六色，都跟蔬菜所含的色素有关。其中最容易变色的就是叶绿素，特别容易在高温或酸性的条件下加速分解。因此，煮菜时盖上锅盖，除了升温较快，也会促进酸性环境的产生，从而导致蔬菜里的有机酸无法挥发，也就加速了叶绿素的分解，变成棕色或黄绿色。
懂了哈。好，所以恭喜尹双获得1分。所以总结4题呢，优胜者有2位，都得2分，慧芳姐还有尹双。恭喜恭喜！慧芳姐。所以呢，我们这个趣味问答哦，我们一定要选出1位优胜者。所以你们现在来一个抢答，抢下最后1分。6月呢会发问，你们谁知道立刻举手回答。对，我们要请问一下2位哦。刚才专家在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把马铃薯放进冰箱了之后呢，这个抗性淀粉在几度会产生最多？会产生最多？3、2、1。好，来，是不是？对吗？完全正确。老师在讲话，你有听了，你有听。我认真的听的哈。 OK， 所以今难得天上课，没有悬念了哈，我们的优胜的就是慧芳姐。来你们选一个例芳姐，这个你直接拿了，对对，优胜，最适合你的拿到你的座位了，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各式各样的花椰菜。我感谢我的家人。很适合慧芳姐了，因为只有慧芳姐在下厨。我觉得头发跟她菜很像啊，芳姐，头发跟她菜很像。OK， 那当然呢，因为你们都会有这个机会品尝我们 Chef Melvin 的这个花椰菜美食料理。All right， 开动了，西兰花炒培根。耶，大家吃。哇，我觉得你的西兰花真的是有吸收到那个培根的酱汁，很香，很浓郁，刚刚好。来，老师，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很不错，而且营养搭配也很好，有荤有素。对，我会煮，哎呦很容易，要不然不难啊很容易其实，要不然我都是很单调。哦这个这样做法很好吃。是，我就觉得 chef 很厉害了，真的，他2道菜都有那种让人家口感有惊喜了，真的这是不同的层次。对没错对啊，真的，我就觉得它的肉跟菜跟那个我们放在嘴巴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搭配培根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这种菜哦很适合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不喜欢吃这种菜。是，你这样搭配，他们很容易，他们会很喜欢。对。好，品尝美食也是要谢谢 Chef Melvin 啊，谢谢还有顾老师，谢谢，也要谢谢浩宇大哥、慧芳姐，谢谢尹双。是的。那最后想问一下老师，因为刚开始啊，我有这个实验啊，会导电，这可以拿来充电吗？这是什么？对，因为我是发现会导电的，像手机哦，你就不用带那种 portable charger 吗？我就找都就可以。对啊，马铃薯可以导电，可以的哦。可以。这个我要看，This one I want to see。对，你也想试试看真的没劲啊。好。